大家好，我是命运的乐章。格里芬的故事依旧在继续。魔方破解不过是破解了铁血计划的冰山一角。彗星陨落，陨落的不仅是 AR-15， 还有 S08 区不敌铁血增援而仓皇逃窜的格里芬。看似黎明前的黑暗，却仅仅是极夜的开始。而漫长冰冷的黑暗，才能凝固缥缈的真相。AR-15 事件5天后，所有与伞事件接触过的人形都被强制隔离于 S05 区的秘密看守所马里欧公主观察。因为 AR-15 的离队，加上压抑的监禁生活， AR 小队士气十分低迷。指挥官获批调配至 S05 区执行安全承包，但申请跟 AR 小队见面被拒，只能进行录像交流。而铁血此时也在马不停蹄地搜索 M4 的位置。次日，主脑破获看守所的位置，通讯确认后，主脑的先锋部队立刻对看守所发起了进攻。没有人类指挥官的协助， M4 只能临危受命，指挥在场人形进行反击。同一时间，指挥官也接到了紧急通讯，领命火速支援。可是呢，铁血部队源源不断，一直无法突入重围。紧急关头，指挥官接到了16 Lab 的加密通讯，帕斯卡派遣 RO-635前来协助。电子战特化的 RO 破获了本次袭击指挥据点的位置。指挥官根据情报成功捣毁了梦想家的指挥部，于是梦想家率队亲征。同时，看守所内主脑也赶到，强大的屏蔽能力瘫痪了除了 M4 以外的所有人形。主脑抓获 M4 连线强制访问，却无法破解心智云图。同时，指挥官的梯队截击了梦想家 ，RO 单独奔赴看守所，及时解除了主脑的屏蔽。众人击退主脑并救下 M4， 结果 M4 却因为主脑的强制访问，心智崩溃，烙印脱离。M4 交由帕斯卡修复，而 RO-635也正式加入了 AR 小队。S05 区行动40天以后， AR 小队探望 M4 后，搭乘运输机返回总部。经过 S03 区被木星炮击落迫降， AR 小队坠入 S03 区的中心，四周木星炮遍布，只能小心地摸索路径脱离。同时，铁血当地指挥部计量官也开始搜索他们。AR 小队辗转多处联系赫利安，却因恶劣的天气条件和炮阵封锁，大部队难以抵达。总部只能让 AR 小队等待救援，并接应另一个遇袭人形 M1887一同脱困。众人转移到另一处通讯所时，通讯却被计量官截获， AR 小队被铁血堵入了死路。关键时刻 M1887 联系上了 AR 小队，切断了木星炮电源。AR 小队突破了计量官的防线，抵达了 M1887 所在的安全屋。位置也暴露了出来，只能就地修建工事，防守等待总部的支援。当晚，404小队奉命前往 S03 区解救 AR 小队，而建筑师利用45潜伏的伞病毒锁定了404的位置，使用木星炮封住去路。而45反倒利用这一点，假装带队突袭建筑师的基地，引诱建筑师设定木星炮自动程序，趁他亲自出门堵截的时候切断电源，绕过炮台，成功支援了 AR 小队。AR 小队和404小队会合后撤退。日出之后联系指挥部，可是大部队需要很久才能抵达，而建筑师和计量官也开始了全面的围剿。两队紧急磋商方案，45决定让 M1887 拖延攻势，404潜入切断电源，趁机和 AR 小队从侧面溜走，但实际上会放弃正面作战的 M1887。计划执行到了一半， RO 想救下所有人而改变了商量好的计划，占领了另一处通讯站，联系了当地指挥官。指挥官的梯队硬着头皮，在大部队到来之前先行攻入了建筑师的基地。汤姆森和 WA-2000 抓捕了建筑师，而失去炮火威胁的 M1887 也成功撑到了大部队的到来。最终，所有人都成功的撤退，抓获了建筑师，并运走了一台铁血的木星炮。石文镇行动终于顺利的结束。与此同时，帕斯卡利用响尾蛇残留的 AI 核心建立模拟战，尝试找到唤醒 M4A1 心智的方法。石文镇行动结束2个月后，时间来到了2062年后半年，对应的大时间背景，联合国即将再度成立，世界秩序将会重组，军队内部也面临大规模整编。军队的卡特将军会见了克鲁格，催促克鲁格尽快破取莱克的遗物资料。遗迹技术和欧加斯研究是尖端技术的核心，也是下一代战术人形的重要技术储备。而破解莱克对遗迹技术的研究，就必须弄明白欧加斯协议和主脑的研究情况。克鲁格只能向帕斯卡施压，但破解3号安全屋的资料仍然缺失。
位于 S02 区0号基地的7号文件十分重要。AR 小队奉命潜入获取资料。成功潜入0号基地以后，帕斯卡在 RO 搜索铁血网络时发现了一个安全局格式的加密文件，而这个文件是帕斯卡的好友，工作于安全局的安杰利亚故意留下的，记录着蝴蝶事件铁血总工厂的坐标。这份暗示帕斯卡自然明白有什么意义。帕斯卡给 M16 单独下达任务，找机会脱离队伍，单独探索坐标位置。RO 找到了7号文件的位置 ，AR 小队向目标地前往。一路上 M16 一直找不到脱身的机会 ，RO 也总觉得 M16 鬼鬼祟祟的。最后无奈 ，M16 只能在潜入中途休息的时候，以换岗为由，把一部分信息发给了铁血。梦想家收到消息，但是不知道具体的位置，只能通过随机轰炸试图把入侵者逼出来。众人潜入0号基地以后 ，SOAP2 下载资料时，轰炸开始，只能撑到 SOAP2 下载完资料。三人联系指挥官，设置好撤离路线，但却被梦想家设卡堵住了去路。M16 故意让 RO 和 SOAP2 先走，自己从侧面炸毁关卡。RO 和 SOAP2 登上了运输机，而 M16 却被爆炸残骸堵在了里面。而此时 ，RO 看着远去 M16 的身影，似乎明白了一切。M4 的心智修复又一次失败。与此同时 ，M16 进入了工厂，来到了伊莱莎觉醒前的培育所。一切都已经被清理过，监控设施已经损毁，但是曾经的监控影像还保留在后台的存储器中。可是呢，系统安全权限过高，无法破解。帕斯卡只能使出最后的手段，让 M16 感染伞病毒，改写协议以获得铁血权限。而在 M16 将被伞彻底改写之前，将资料记录在存储器中，通过无人机将存储器和 M16 背后的箱子运走。即将被唤醒的 M4 将解开 M4 设计之初的心智限制。帕斯卡让 M16 跟 M4 连线，对话稳定 M4 的心智。被伞逐渐改写的 M16 跟 M4 做出了最后的道别。而这最后的道别却唤醒了沉睡的 M4。M16 此时也被彻底改写了心智，耳边响起了欧加斯的共鸣之歌，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而此时梦想家出现了，带给他了一个消息：主脑想要见他。M16 失踪1个星期以后，联合国成立之际，军方召开了宴会，邀请格里芬，同时召开记者会，发布了与格里芬联合军演剿灭铁血的新闻。哈维尔也前往了宴会，给克鲁格和指挥官一个忠告：军方完全不必大动干戈剿灭铁血，其背后必然有什么目的。宴会过后，联合演习开始，克鲁格也发布了歼灭主脑的最高命令，所有的格里芬人形全部出动。苏醒的 M4A1 也要求加入前线的战士。帕斯卡知道 M4 心意已决，只能让他离去。而与此同时 ，RO635 和 SOAP2 也在搜寻 M16 之中。M16 的无人机被梦想家部队击落 ，AR 小队至今下落不明，格里芬人形又全部出动参与演习。为了回收无人机，帕斯卡只能连线安杰利亚，让他拜托404小队去前往回收。当晚，404小队潜入 S15区搜索梦想家击落的无人机。回收行动进行到一半，因为上一次魔方行动，45被植入伞病毒。梦想家定位了 UMP45，让末日魔犬形态的破坏者快速接近 UMP45，以连线激活伞病毒，希望能完全控制45。最后，伞病毒成功发作，虽然协议改写成功，但却始终无法控制45。而梦想家惊讶地发现 UMP45 使用的居然是欧加斯协议 ，UMP45 原来居然是一个铁血人形。回收无望，梦想家只能调用大量服务器算力，试图用攻击性防壁烧毁45的心智，而 UMP45 将其用于自己的记忆解密。随后被梦想家发现，险象环生之际，G11配合当地驻守的 DSR-50击败了破坏者，保证了45的记忆解密安全。不过因为受到攻击，45虽然心智没有彻底崩坏，但也碎成了碎片，需要等待恢复。
负责404小队维修的德尔立刻进行远程恢复，而破坏者也搭乘梦想家新研发的盖亚躯体出场。由于盖亚强大的火力以及缺少45的指挥，404突围无望，节节败退，只能寄希望于恢复45的心智。随着全线的解放 ，UMP-45 终于回忆起了自己的曾经和蝴蝶事件的真相。真正的幕后黑手在蝴蝶事件之前偷取了铁血工造的2具素体，一具制成 UMP-40， 另一具复制新制为 UMP-45。2人都是电子战特化型，伪装成使用齐纳协议的 LP 人形，混入格里芬。安全6局向格里芬租借了一批精英战术人形，安排了夺取遗迹欧加斯研究成果的蝴蝶行动。其中 HK416、M16A1 安排在了作战7组 ，UMP-40 和 UMP-45 被安排在了14支援小组。不过，事前416因与45发生冲突，违反命令而被踢出行动。随后，行动开始，部队潜入铁血工造，抢夺伊莱莎的资料。幕后黑手计划让40在此时利用电子战模块入侵并叛乱其他格里芬人形，在远程控制融回2人心智，毁尸灭迹。而45作为保险，只要40不按计划执行，将立刻被控制，杀死40并接替任务。早知道这一切的40，为了让45能够摆脱绝望的命运，行动前格里芬指挥权改写成安全局时，40将45的默认指挥权限写至自己。在莱科被捕后，40启动了防御程序，莱科趁乱逃脱，被榴弹重伤濒死，唤醒了伊莱莎。在杀掉格里芬数波进攻之后，幕后黑手得知了计划出乱，启动了安全程序。40的脑中响起了欧加斯的共鸣之歌，在最后的时刻解开了闭锁的数道大门。不想屈辱死于熔毁的40，为了让45铁下心亲手杀掉自己，欺骗他说2个人只要死掉1个，安全程序就会停止。随着一声枪响，他找到了存在的意义和真正的自由。同时，因为 AR 小队特殊的心智云图，唯一没有被改写的 M16独自一人杀出一条血路，和 UMP-45撞了个正着，都以为是对方敌人激烈交火。M16失去了一只眼睛，45也留下了伤疤。最终呢 ，M16击败了45，却放走了他。从此 ，UMP-45成为了真正的非法人形。404小队被盖亚型破坏者逼入绝境之时，45被德尔成功修复，突然苏醒，局势瞬间逆转。击败盖亚后，铁血在无力追击，行动终于伴随着新的日出而顺利结束。蝴蝶事件过后，莱科死去，铁血攻造暴走，格里芬疲于应战 ，LP 和格里芬被迫与军方合作，军方获得了新技术实战的完美试验场。而幕后的黑手对欧加斯协议研究入木三分，齐纳协议了如指掌，安全局的行动也一清二楚，军方的介入他顺水推舟。仇视莱克所在的铁血和帕斯卡所在的格里芬，他们是谁？想必已经不言而喻了吧。